欢迎各位老铁来到是是非非脱口秀的全球吐槽大会。今晚咱不聊别的，就扒一扒那位金发飘飘、自带流量 BUG 的政坛顶流唐纳德·特朗普。今晚主题直接上猛料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升级版，抓总统如抓鸡，美国变王国。说起特朗普，这老头是真能折腾。2025年1月20日刚宣誓就职，屁股还没把白宫的沙发坐热，2026年开年就搞了个震惊全球的大新闻。1月3号凌晨，好家伙，美国军方跟打游戏似的，闪电轰炸加拉加斯军事目标，特种部队直接冲进总统府，把人家总统尼古拉斯·马杜罗和他老婆西利亚·弗罗雷斯给活捉了。这操作之丝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好莱坞拍动作片呢。现在马杜罗在哪儿呢？纽约布鲁克林拘留中心，等着上庭受审。罪名听着挺唬人，毒品恐怖主义阴谋和大规模贩毒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这起诉书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发了，后来悬赏金飙到5000万美元，跟抓头号通缉犯似的。最搞笑的是啥？特朗普直接在 Truth Social 上PO了这张照片，马杜罗穿件灰色运动服，那造型不知道的还以为刚从健身房被拽走的，一点总统气场都没了。典型的特朗普风格，干啥都爱秀，抓个外国总统都得发社交媒体炫耀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牛。这事儿3大媒体都报道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回头可以去扒一扒，评论区那叫一个群魔乱舞。秀完照片还不够，特朗普还大喇喇宣布，美国要暂时接管委内瑞拉，直到过渡完成，到时候美国石油公司就进去帮忙重建。我的天爷，这话说的跟自己家后花园似的，想接管就接管。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西·罗德里格斯急了，赶紧接管权力，宣布紧急状态，还一个劲儿叫嚷着要释放马杜罗。结果特朗普直接回怼，他没选择，得听我们的。这霸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全球皇帝呢。这事儿一出来，全球直接炸锅了。支持者欢呼，终于收拾毒枭总统；反对者破口大骂，赤裸裸的入侵。行，咱今儿不戴党派眼镜，纯事实吐槽，进入是非环节。先说说是的一面。特朗普粉丝和共和党人说这行动牛逼，终于干掉了毒枭总统。客观说，马杜罗治下的委内瑞拉确实不咋地，经济崩盘，通胀率坐火箭，老百姓饿肚子，选举舞弊指控满天飞。美国起诉书还说他和卡特尔勾结运毒，在支持者眼里，抓他就是正当执法，还能解放人民。想想那些逃到美国的难民，看到这消息不得原地蹦3尺高？还有人拿历史对比，说1989年美国抓巴拿马的诺列加也是贩毒罪，这次只不过更狠，连国会授权都省了。支持者还说这是美国优先升级版，断毒品链，抢石油资源。要知道委内瑞拉油储全球第一啊，还能遏制中俄伊在拉美的势力。X 上甚至有人吹，特朗普3天就办了拜登4年都办不了的事儿，听着像英雄片剧情，但别急着鼓掌，黑点多到像筛子。现在吐槽非的一面，首先问个灵魂问题，合法性呢？联合国宪章、国际法写的明明白白，不能随便入侵主权国家抓元首。这次行动连国会都没点头，民主党直接骂非法战争，连部分共和党人都嘀咕过头了。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更是直接炸锅，指着美国鼻子骂霸权主义、恐怖主义。咱换位思考下，如果中国派兵冲进白宫抓美国总统，罪名也是贩毒罪，美国会咋想？不得跳脚骂娘，发动全球制裁？这开了个坏先例，以后大国随便找借口抓人，世界更乱了。而且委内瑞拉现在乱成一锅粥了，副总统是马杜罗的亲信，真正的民主派反对者被晾在一边，这就是特朗普说的解放人民。更搞笑的是，特朗普说要让石油公司帮重建，结果巨头们私下说政府压根儿没找他们聊过，风险太大，还欠老账。这就是老美一贯的双标，天天喊着推广民主，选盟友只看利益。沙特不是民主国家，但石油多，就亲热的不行。马杜罗就算真有问题，抓他的方式也像西部片，完全忽略轰炸首都时的无辜平民伤亡。聊到这儿，就得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美国是不是变成王国了？这词儿太贴切了。美国名义上不是君主制，但行事风格跟全球国王没啥区别。军力独大，基地遍地，美元霸权横着走。冷战后，美国干预伊拉克、利比亚、阿富汗，每次都打着人权民主的幌子，结果把人家国家搞得民不聊生。这次委内瑞拉这事儿，表面是抓毒枭，实际上满鼻子都是石油味儿。特朗普自己都直说要打开油田，虽然美国还有制衡机制，法院能推翻行政令，国会能弹劾，他都被弹2次了，但这次行动没国会授权，感觉就像国王下旨。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怕这成常态，今天抓马杜罗，明天抓谁？
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还直接挑衅，来抓我呀，胆小。说到美国的人权灯塔人设，我真要吐槽两句。本土警察暴力执法屡见不鲜，移民营惨状曝光一次骂一次，到了国际上就搞选择性执法，对自己有利就管，不利就装瞎。民主本身不是骗局，但美国版的民主全是私货，说白了就是为了遏制对手，抢夺资源。接下来是重头戏，深度吐槽特朗普本人。这老头风格独一无二，堪称脱口秀明星转政客。客观说，他也不是一点事儿没干对，比如经济税改、促成阿以协议。但荒唐事更多，疫情期间否认病毒严重性，导致美国死伤惨重，还有1月6日骚乱，直接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，美国历史上头一遭。这次抓马杜罗，粉丝把他吹成英雄，但 P 照片炫战利品的行为属实掉价。X 上还有人调侃，特朗普是不是想拿那5000万赏金？问题是他也没亲手抓呀，动机到底是正义还是石油，亦或是想在普京、习近平面前秀肌肉？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直接怼他，有本事来基辅抓泽连斯基啊！这波回怼精准打击，特朗普这操作直接放大了全球分裂，拉美国家全慌了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。美国民主党骂他鲁莽破坏国际秩序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开了个坏头。以后美国总统都学着他这样绕开国会，直接派军队抓其他国家元首，这世界还能好了？我真想对着特朗普喊一句，你是美国总统，不是007呀！抓人之前能不能先问问国际法？还有那张照片配文美国接管，能不能谦虚点？真把自己当全球霸主了。说到底，这事儿就是是非混杂。站在支持者角度，抓马杜罗确实解气，但从国际法角度看，方式既违法又风险极大。美国不是王国，但绝对有帝国癖好。民主本身没问题，但美国版的早就变了味。特朗普就像催化剂，把美国的霸权本质、民主虚伪全暴露在了阳光底下。有人问这世界会不会更乱？我觉得大概率会，但重点是咱得看清真相。美国的美国优先从来都不是为了世界和平，而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。最后问问大家，你们觉得这事儿是英雄壮举还是霸权闹剧？想深挖石油利益或其他国家反应的，欢迎评论区火力全开。记住，是是非非脱口秀，只聊事实不站队，专治各种双标和霸权。谢谢大家。